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哦，尹锡悦今天因为有逮捕令哦，所以看到了一番僵持。最后是僵持了5个小时，但是仍然没有办法逮捕他。我们来还原一下时间哦。早上6点14分的时候，公调处出发兵分5路，然后到8点04分的时候进入到了官邸，正式执行了逮捕令。那示威抗议者呢就反对这个逮捕尹锡悦哦，就在门外这样子一番这个抗议啊，一番这个拉扯。那到了1点半的时候，公调处呢暂停执行逮捕令。那我们来看看呢，其实呢这一次整场过程现场有500名支持者跟3000名的警方进行对峙哦，甚至呢这个他们是兵分5辆车。还有20名的警调人员是步行进入到了大门，但是遭到了总统警卫部门的抵抗，双方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哦。官邸外头是有500名的示威者聚集，他们反对逮捕尹锡悦。那警方是出动了45个机动部队，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3000名警力到现场来维持周边的秩序。那画面也可以呈现出来到底有多混乱。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影片哦。那尹锡悦的支持者是突破了防线，他们就讲说要用生命来保护尹锡悦啊，并且要求即将上台的川普要救尹锡悦。他们就在官邸前倒地，筑起人墙，非常激烈的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阻止逮捕所以场面相当的混乱。那尹锡悦他拒认拘捕令这个他讲说喊话讲要奋战到底。他还发给一些支持群众的声明里面，他提到说，由于内外部势力威胁主权以及反政府的活动持续着，大韩民国正处在险境当中我誓言跟你们一起奋战到底来保护这个国家。所以他仍旧是紧咬着有这个来自外部北韩的这种势力还在影响着韩国。那再来现在目前韩国真的是多事之秋尹锡悦的政党总部收到了炸弹的威胁，那韩国的特警队他们也是全面搜索，这个画面也这个曝光出来。不止如此还有一些在野党的支持者接到威胁杀害李在明的电话那这个韩国警方说有收到共同民主党支持者的报警他们讲说接到一通威胁电话，就说即将要杀害这个李在明代表，因为李在明其实才之前有遇刺过嘛，在前年的这个时候就遇刺1周年了。韩联社他最新的消息讲说，共同民主党当天就此发声，绝不能容忍此类的恐怖攻击威胁。那另一方面，济州航空现在其实也是多事之秋，他们现在正在这些飞机残骸里面在搜寻，找寻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事证证据跟一些最后的一个收尾工作。结果没想到客机竟然突然残骸发生起火的状况让大家也是这个就是觉得说，真的是不太平静。还有呢，资深的机师也推断，他说其实最后56分钟的记录曝光了。那他觉得很奇怪根据他一辈子飞行受训的经验，没有任何紧急状况是飞机一起飞就要回转180度落地了，只有一出现这种双发失效才会紧急到必须马上180度落地。那推测一定有不可告人之急才会做出这样子的请求。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昨天又突然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大韩航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之前是济州航空，昨天是在大韩航空的同样波音737-900也因为这个机身缺陷突然停飞，然后很多的乘客80名乘客的行程也是因此遭到了延误。那你看《华尔街日报》它就这样一篇的新闻，他讲说 Intel 能跟波音分享惨痛的教训有时候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他说跟这个 Intel 前 CEO 这个基辛格一样，波音他新任的掌门呢，其实也是一位重视技术的领导人，肩负拯救过于关注眼前利益而深陷泥沼的这个美国制造业传奇，就是讲波音他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可是他真的有成功吗？他说波音的问题根源跟 Intel 并不相同
当空巴还在纠缠制造巨无霸 A380 的时候啊，波音就已经开发出轻巧的787梦幻客机啊。那这架飞机太多外包，加上忽略了品质，才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那如果从 Intel 跟波音的历史来看，共同之处可以发现，他们在2000年代之后呢，就开始专注于获利，然后忽略到他们所属的产业呢，必须大量投资这种资本支出来维持竞争优势哦。所以纽时在1997年，他们就讲波音就是把重视安全的这个设定给抛掉了，他们后来改为重视盈利哦。那甚至呢，他们的一些质检员一路在缩水当中，从15人缩水到剩下1人。所以波音它已经变质了，它不重视这种根本的问题，所以你 CEO 再怎么样换人都是没有用的。那另外就是人家讲说，2025年恐怕也是波音的一个关键年哦。2024年它的股价暴跌了1/3，而且它的执行长啊，多位高层也都下台，其实换了好几轮了。那现在看起来，这接二连三的负面新闻并没有因此减少，所以大家想说，恐怕这2025年会决定波音这家公司未来，也就是会不会到此为止呢？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尹锡悦造成这种僵局，这个对未来会是很麻烦的事啊。因为他根本就拒绝收这个要求他出来去质询的那个命令，他连续3次拒收。就是我已经用挂号寄给你，你不收，在法律上就是没有收到啊。然后现在因为他涉嫌内乱罪嘛，所以这个公调处要去进行逮捕。然后你刚刚讲有那个声援他的人，他就躺在地上。对，他就躺在地上。其实这个我认为会越闹越大。其实尹锡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负责任啊。我觉得他有点在赌气了。对，他在赌说李在明，你这个如果你那2个选举官司有刑责的话，那你就不能选啊。所以等于是我要看到你倒在我面前啊，有这个味道了。他现在有点在跟李在明赌气了。就说，我如果现在因为那个代理的总统也拒绝把大法官送到宪法法庭嘛，所以那个代理总统也被免职，也被弹劾啊。所以现在就变成2个程序都没走完啊。一个就是你尹锡悦要去接受那个调查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宪法法庭那个法官要上任嘛，就这2个动作都还没有完成，啊，这个匪夷所思啊！就是你已经明显有涉嫌内乱，然后现在的政府却没有办法强制执行，啊，那他等于是在跟李在明在赛跑，说看谁先被判，有点这个味道啊。我觉得这个很像小孩子赌气耶，因为最终他逃不过的啦。对，他也许在赌说啊，那6个法官会不会有1个人投反对票？那因为韩国9个法官现在只有6个嘛，对，所以必须全票通过。他也许在赌这个啦。可是我觉得目前这个形势看来，韩国会因为这样一直处于领导真空状态啊。那川普啊，1月20号就要上任，人家石破茂都已经在各种动作都在做了，就是说相对于日本，那韩国现在就给人家感觉一团乱啊。那也有外媒说，韩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只有1.8%，都跟他有关，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有效强有力的政府嘛，然后来斡旋他跟川普的关系，还有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坦白讲是罪人啊。对，感觉整个韩国好像在空转当中。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韩国现在这个政局是因为这个尹锡悦啊，这个4个字啊，造成一个僵局，而且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冲突了，就是奋战到底。这个奋战到底，我觉得他说是为了韩国的民主而战啊，然后他说韩国现在有这个内在有很多敌人，这个跟我们这些台湾的这种想法蛮像的，对不对？他们应该去查一下韩国这个有没有人取得朝鲜户籍的事啊，这个可以让他们提醒他们一下。尹锡悦，你赶快
用你的关系叫你的内政部查一下有没有这个南韩人加入北韩国籍南韩人拿到北韩户籍的这个可以跟我们这个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学习一下。不过他这个东西拖得了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因为他现在是拒绝这个所谓的对他的这个刑事的调查，这个是在宪法法庭之外的。可是宪法法庭现在已经定好了，在1月14号举行第一次言辞辩论庭，然后呢，这个是要求尹锡悦去参加的。尹锡悦要出席，那尹锡悦他可以选择出席或不出席，我认为他会出席。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宪法法庭，韩国宪法也已经准备好了。他说，如果尹锡悦不出庭的话，他日期可以延2天，到1月16号再办一个言辞辩论庭。那如果尹锡悦出席在这个辩论庭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会把他这当做他的一个表演的场所，然后呢，把他对于他的戒严的合法性以及今天韩国面临这个第5纵队在这个韩国内部造成国家危险的这个严肃的严重情况，他一定会大加渲染。那这样子讲下去，会让他的支持者更觉得说，哇，原来我们尹大总统那么爱韩国他是真正爱韩国的这个韩国总统。可是他如果不接受调查，质询他的法官就没有笔录对啊，没有错，那是另外一个体系那个体系是韩国国会通过的调查他的叛国案那可是现在的这个宪法法庭是调查他的所谓的他的这个被弹劾案，那所以这2个是不同体系。我想他在选择啦。那这个宪法法庭这个系统，这个调查系统，我觉得是他的一个发言的，因为他可以去解释说为什么他要搞戒严，然后把这个戒严的说法说得很好。不过现在我觉得很奇怪，韩国这个国家要独立那么久了，自己的总统出事情了，居然他的支持者说希望来引川普来救尹锡悦，这个国家国民的有没有足够的独立的尊严这个我真的打了一个问号。好，请教赖老师。确实，韩国的政客的自私自利，把这个自己的国家搞得这么的乱尹锡悦他赞赏肯定而且动员他的支持者在总统府官邸外静坐示威抗议，阻止他被逮捕，这是他做的政治动作、政治动员。所以我们看到有几百个人或者几十个人瘫在那里、躺在那里阻止。但是现在的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调查处它有时间压力，因为这个法官给的逮捕令，它是7天内要执行完毕。那7天内要执行完毕，最后一天就是1月6号，所以他们在昨天开始进行逮捕的时候碰到这个阻止了。那么他们前进到总统府的官邸200米，被200个警卫处的这些特殊的人员挡住。甚至有爆发的一些肢体上的一个摩擦。好，那他们无功而返。可是无功而返，他们现在在做第2个动作了，也就是讲是调查官他们在做第2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对于警卫处的处长跟次长，那么要求他们要到案去配合调查，也就是他们妨碍公务妨害法院的执行公务，他们要配合调查。所以这2个人已经开始涉法了，也就是他们开始违法了。那如果他们拒绝调查的话，他们不到案去说明他们本身因为不具备有总统的身份，他们调查官可以要求法官或者是立刻就实施逮捕拘留。我觉得这个已经开始进行这个具体的攻防战。那如果警卫处的处长、次长都被逮捕，然后调查官带的警员又进入这个总统府官邸，那其他的这个警卫兵他要不要去阻止他们执法？谁阻止执法，谁就被逮捕。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我倒觉得未来的情况会越来越激烈，矛盾冲突，然后会有更多人违法涉案，到时候会被判刑，或是妨害公务，那么被处罚。我觉得尹锡悦把个人的利害
那么让他的支持者、让他的部属一个一个都陷入法律上的这个麻烦之中，这个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一个国家的政客，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支持者会为了他就这样一个一个去设法，这个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哈。波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一篇的分析确实是很有道理。也就是说，当他们不再做资本投资，当他们以盈利获利为主要的时候，那这个是我们讲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现在的波音的客机开始出问题了，那这个已经是相当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您看从他开始改变他的营业方针到现在10几年过来，我觉得波音差不多已经完蛋了。即使你再换 CEO， 即使你再换回所谓的资本投资来改革这个公司，也来不及了。为什么？在这个10几年、20年间，他们所生产制造出来的飞机，难道你要全部都回收？全部重新去盘点，说在这个10几20年间，你所更换的或者所制造上去的这些零料件有瑕疵品的，你要如何去调查？你如何全部把它换掉？你如何把它全部更新？你根本做不到。所以未来如果波音按照目前的时间来看的话，它未来的空中的或是本身的运作上出问题的几率是一直升高而不会下降。那当大家越来越害怕时间越久，波音的肇事率、出事故率越来越大的时候，谁还敢搭波音？哪一家航空公司继续在使用波音的那些老板不是提心吊胆、提着脑袋在办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哦。你目前还在使用已经10几年波音的公司、航空公司，自己要好好想一想。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关注一下哦。美国最近真的是开年很动荡啊，昨天就有2起这样子的类似恐攻的事件哦。FBI 只说，汽车撞人案跟 Cybertruck 的这个爆炸案，他说是没有关联的，但是又说呢，2个嫌犯有非常多相似之处呢。他们都是来自于北卡罗来纳州哦，那他们也在同一个陆军基地服役，而且同样用一个这个租赁城市来租借电动汽车，然后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哦。那他后来又讲说，但是并没有发现这2起案件有相关联。那川普在他的这个社群平台发文证实了这个事情啊，他说对于外来犯罪的说法，并且抨击执政机关无能又腐败，更大呼我们的国家是一场灾难，是全世界的笑柄啊！当然是讲说现在目前是在拜登的任内嘛，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甚至呢，昨天还有这个事件。有一名男子哦，就美国的一名男子呢，他家中有上百个这个150多枚自制的炸弹哦，也是 FBI 史上查获最大宗。那线人透露呢，他会用拜登的照片来打靶练习哦，还相信应该要恢复政治暗杀呢。哇，所以这个看起来现在美国的对立十分的严重。那除此之外呢，在纽约的皇后区也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哦，至少有10人受伤。夏威夷檀香山的住宅区也有这个烟花爆炸的这种状况，造成了3死20重伤。美国怎么一开年就这样子，这种意外消息频传呢？那对抗来说呢，他现在当然还是要冲着中国大陆有一些这个川普2.0的一些策略要出台嘛。那但是呢，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也有所回击哦。美国现在目前是讲说要限制或禁止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在境内使用，哇，那恐怕自己本身有很多科学家要跳脚了。那《纽约时报》也有报道，中国大陆的反击要对于美国28家实体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那其实这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在2号的时候公告的。他说呢，这个名单包含了国防、航空、科技多个领域哦。那当然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军火巨头，比方说像是洛克希德马丁啊、雷神啊、通用动力哦。那中国大陆商务部就讲说，要禁止上述的企业出口2项这个2用物项。
就是军民两用的技术跟产品哦，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相关出口活动要立刻的禁止。大陆的官媒呢也暗批，因为美国大搞贸易武器化，所以呢现在全球化遭遇逆风啊，各国不应该忘却以贸易促进经济的全球化初心哦。暗批美国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的其实是在影响全球的产业供应链。那再来，《金融时报》也提到了，川普的政策呢，恐怕也会反伤到自己哦。布朗大学教授讲说，他可能在短期之内，这样的政策会带来一些成长。那但是呢，这个代价非常高，是要让全球的经济走缓哦。那如果一旦全球的经济放缓，就会反过来伤害到美国自己本身，导致通膨。所以不论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哦，将来都会进入到这个停滞性通膨的整体2025可能就是一个通膨的世界了。那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在我们知道就在年底的时候看到非常多的一些军武啊，除此之外，海陆空好像都有一些新的展示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画面哦，他们说叫做陆地航母准备启程哦。看到了很多高铁哦，就排列非常整齐哦。大陆的网友讲说，哇，不论多少次看，都会被多少次给震撼哦。大陆的铁路去年运输量高达了40.8亿人次哦，创下历史的新高。当然，高铁有靠背哈，就是不是我们在那边有些人在那边讲莫名其妙的话。那再来，还有他们捕捉到一点，因为接下来太空当中的这个天宫站哦，恐怕就会一枝独秀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有个谁的眼神真好，我还没看见呢。没有，那个不是吧？看到了，这是中国空间站，看见了吗？大家，现在亮吧，很亮吧？现在，哇，这么亮！这是中国空间站，不是星星。大家可以跟航天员打个招呼啊，这上面有咱们中国人啊。Hello， 新年快乐！对，国际的太空站要退役了，他们拍下的是刚好这个天宫就太空站呢，经过故宫上空的一个珍贵的画面哦。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故意去撞人这个案子比较严重啊，目前大概有10个人死亡，受伤还有非常多人哦。可是这跟川普所谓的非法移民也无关，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了，对，他从德州来的啊。那他是应该我看那个名字应该是阿拉伯裔了可是这种人你不能驱逐啊。美国这样的我们所谓的那个阿拉伯的那个公民啊，有340万人。川普现在讲的是非法移民不是他们非法移民主要是中南美洲的人所以川普真的是常常胡说八道了。这个案子事实上。我反而是认为，搞不好跟叙利亚有关系了，因为它后面插着 IS 的旗帜，那 IS 本来在全世界就有支持者，美国、欧洲都有这个跟非法移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恐攻的性质应该是比较明确了不过就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诉求那另外那个真的有点诡异了，真的还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而且他就在川普酒店前面，然后要按那个爆炸钮的时候先自杀，他用枪把自己打死然后瞬间就按那个钮就爆炸，所以难以理解了。那个马斯克还在贴 X 了，说你看我们 Cybertruck 很坚固了这个整个车没被炸翻，这样那这个马斯克这样往上炸，他说不是震破波。对，不是震破，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可能另外一个不一定是恐攻而且那个人是支持川普的，结果竟然开着特斯拉的 truck 到川普酒店前面引爆，然后去查他的资料，他是支持川普的。所以这个事件我不敢解读了，可是第一个我认为一定是那这个当然就是对川普1月20号就要上任，好像这个头彩不太好这样而且预期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类似的事件，因为他如果要开始驱逐非法移民，
那美国的那些移民，他是很容易拿到枪支的啦。你看这些人，他甚至可以拿到近乎就是炸药的东西啊，所以可以预期啦。我觉得这个就是出师不利啊，因为川普就要上任嘛。对，那放成这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好，请教介老师。美国因为政治的这个恶斗，现在就是2个80岁的，快80岁的人，一个川普，一个拜登，恶斗以后呢，事实上美国的社会还有这个国家有3化，是哪3化？第一个2极化，第2个偏激化，第3个暴力化。那现在都已经慢慢越来越显著了嘛。我们这边例子讲呢，这个农场起初150多枚自制炸弹这位老兄呢，他每天在那边练习什么？练习打靶。打靶那个靶上面画的头是谁的头？你知道？是拜登的。这个显示说这个家伙是支持川普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人都随时准备拿起枪上战场了。这些我看是非常多。川普2年前就已经试过一次不是，我是第一任的时候就试过一次他只要登高一呼，几千个人就从美国全美国全美各地就跑到华府去包围国会了。骄傲男孩，你知道人家有一个 list， 川普亲口讲的，我上任第一天要做的事好多上任第一天要做好多事。有一件是什么？特赦，因为4年前1月6号国会骚乱事件而被判刑关在监牢里面，这些人，他要全部特赦，全部放出来。那你想想看，民主党会不会怕？这些人关在监牢里面搞不好过去时间也每天在心里面画一个靶，然后那个靶又是拜登，你把我关到监牢里关那么多天，我出来我就要怎么样？要开始打靶了，所以非常的恐怖。美国现在这个情况那非常非常。这除了美国乱，我在讲不要低估左翼的，左翼的比左翼通常比右翼还狠，还狠你不要还有一个法国的，法国过了一个元旦的所谓的跨年，全法国烧掉了将近1000辆汽车，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我靠！好，来问赖老师。我觉得目前初步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个在这个纽奥良市他们所发生的这个事件还好是孤狼事件他们可以略微松了一口气。如果是组织性的犯罪那相当有可能就是一件事接着爆了。为什么？因为以他的目前的情况因为他知道他的车子一定会被搜索，所以媒体也一定会报道。所以他故意的把 ISIS 的旗帜资料放在这个车上，就是透过媒体报道出来。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要造成大规模的死亡，才会成为大新闻点，你封锁不了嘛，也能够，而且大量人的伤亡才会成为新闻的主力，然后才会各个媒体才会联播。那你想想看，他达到他的目的了，确实从美国的新闻传到我们台湾来，而且变成一个主要的新闻。大家也发现他跟 ISIS 有关，大家也发现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阿拉伯裔的，没有错，穆斯林裔的了，还不晓得是不是阿拉伯人还是这个叙利亚或者是这个什叶派的但是确定他是这个穆斯林裔的。可是他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接受教育，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当兵当了10年。对，那你想这样的一个人，你把他怪为外来移民，这个坦白说讲不过去了。完全在美国教育长大，在美国军队服役10年的人，皈依了伊斯兰国，然后进行恐攻，然后这样的一个行为，还好真的。但是我觉得调查局要继续追查下去。如果真的是组织性的犯罪的话，那还不知道埋伏潜藏在多少地方，在等待。会不会在等待你川普就职的那一天再来做动作？如果再有的话，那可能就更加的麻烦。我觉得这一点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好，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子因为拜登上来以后，不但延续的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他还再加上科技战。而当他加上科技战的时候，大陆很明显的是采用防御性质的。那防御的目的在哪里？争取时间。它需要时间，因为你要赶上那些科技，中国大陆有人才、有资金、有物资、有条件，但是问题就在于它需要时间。4年的时间，我觉得它在很多地方已经追上来了。
我并不是表示说全部都追上来，在很多领域方面已经攻关了，已经追上来了。追上来的情形，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开始反打了，也就是在争取这个战场的主动权了。所以你会看到大陆像一波一波这样打出来，就是他已经开始进行反打。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现在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哦，就是好像用网红在治国哟？因为呢，像是8·9闽南郎他们就讲说啊，台湾哦有10万人领有大陆的身份证啊。那好像他们这样子影片出来之后，我们各部会就变成跟着在讲说，真有这件事情哦，不论是陆委会或是内政部哦，现在好像都要跟着搭上这个话题，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是网红讲完之后，然后你们才赶快去找，然后就是或者是搭着这个话题，还跟着这样一搭一唱的感觉。那内政部呢，刘世芳就讲说，我们找到2个人，那这2个人还是根据影片当中发现的什么林姓跟苏姓民众哦，所以人家说的是10万人呢，你找到2个人，那反正 anyway， 他就讲说，目前在台湾哦，户籍分别是在台中市跟金门市哦，这2位民众，他说现在已经发函要求10天内必须说明，然后后续要依照规定来办理。10万人指导到2万人，到底是谁失职啊？那赖清德到底干什么吃的呀？这个10万人，这好像不太符合比例原则。真有10万人吗？真有10万人还得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全台，他们说有5个里长哦，有大陆籍，那恐怕也会被解职。内政部就讲说，现在会去函给区公所照规定来办理哦。那人家讲说，那就好啊，那你就赶快解职啊！讲半天，就是好像一直你明明可以作为的事情你不作为，然后就是急着好像要对外放话，要制造抗中保台，或者是说哇，这好像已经被渗透，被什么认知战那样子，反正就是要营造那种氛围。那陆委会讲说，因为台湾人民不得在大陆设户籍，所以他说10年注销了679人。因为呢，根据两岸的条例规定哦，台湾人民不得在大陆设有户籍或是领有大陆的护照，不然会被注销台湾的户籍、身份证还有护照啊。那过去10年是有679人被注销的哦。他们来讲说，现在鼓励人人举报哦，现在开始要保密防谍，现在开始你都要看看周遭有没有拿这个大陆身份证的哦。那他说正在调查相关的说法是不是真的？那目前看起来是有一个集团性的运作。那欢迎有类似经验或是这个身边朋友做这样事情的人，可以去陆委会信箱来检举。那反正网友也觉得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嘛，赶快抓出来。但是其实8·9闽南郎他们里面的那个角色，他也就是一个诈骗犯，一个诈骗犯说的话，然后你去相信他，是不是整件事情就觉得很奇妙？那再来，这个他们现在最新的一个讲法，陆委会要对一个媒体开闸，是海峡导报哦。那他说这个还有包含了福建日报的报业集团，他们来台驻点啊，现在就讲说，这个海峡导报已经不是单纯的新闻媒体了，那未来将会暂停海峡导报以及其所属的福建日报的报业集团来台驻点。国台办回应这件事情啊，说赖清德当局必将自食其果。那其实我们知道之前那一篇报道、那一篇影片里面啦，人家海峡导报是知道说8·9好像现在没有工作。闽南郎没有工作，所以他们就说，是要给予一些协助啊，看有什么可以帮忙你的呀。好像也没有看出来他们所谓的就在做统战或者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哦。那他们就讲说，这个国台办讲，此举以莫须有的说辞污蔑正当的采访报道行为，是在践踏民主，必将自食其果。也呼吁要停止政治操作，停止迫害两岸新闻的交流合作。陆委会是讲说，因为你们就是在统战我们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容忍啊，我们欢迎大陆媒体来台采访，但是从事统战工作是绝不容忍的。网友就觉得说很奇妙，你这个讲得很伟大，结果就是封杀了这个海峡导报而已嘛。那最大统战媒体在你们来说不应该是央视吗？那央视不用禁吗？如果依你们的标准来说的话，你是不是反而央视当作没看见，然后你去动海峡导报，就有一点好像形式上面在那边操作抗中保台。那我们看看美国智库有一个新的讲法他说
现在岛链啊，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都快要守不住解放军了。他们说，现在看起来防空跟导弹的防御已经面临不确定性，而且美国呢依托岛链介入台海战争的战略，现在已经是充满了挑战了，恐怕会迫使美国的海空军退到第3岛链。那我们对照一下，外交部不是讲说，我们会持续跟第1岛链交流吗？那你难道不应该去告诉美军说不要撤出第1岛链吗？我们自己这样交流有用吗？那再来，我们也看到这一段画面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央视最新的画面，就是2025的第一个工作日解放军也宣布全军开训了。那这个展现出来，他们马上又这个上紧发条，元旦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还是他们的全军开训日，也从今天开始，应该算是2号开始了。解放军全军2025的军事训练也是正式展开，也算是全面备战了。那福建舰好像是要测试空警600的起飞，有被人家这个注意到这个消息北京官方没有对此做出公开的回应但是如果消息属实的话，也代表中国大陆的航母技术又在一大新的突破。那当然，最近大家关注的是6代机这个沈飞6代机跟成飞6代机的这个差异前者是体型较小，然后以高速精巧的空战来进行拦截或者巡逻任务，战术性比较强。那后者的话是高速度、长航程、大载荷的这样子的一个战略性支援角色，那可以明显的区分2个6代机的差别跟互补性。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试飞好像只有看到就是一些大陆的这些媒体还有台湾的媒体在报道，美国的媒体倒是集体的沉默，是可能难以面对这件事情吗？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这个身份证真的很少见到了。坦白讲，我去大陆也蛮多次的。最近去年比较常听到是在福建可以发定居证。居住证对，不是居住证，定居证只有福建发而且第一个地方就厦门，那后来漳州也有，对啊，以前都是居住证，可是居住证跟台胞证都只有8个码，那你知道吗？那个中国大陆的他们的居民的身份证是18个码所以你如果在大陆要常住了，那有很多你这8个码没有办法填居住证也是18码，没有8个码，8个码18码是18码，居住证也是18码，不是吧？是居住证就跟台胞证不一样了，对，就不一样，不一样。台胞证的码比较少，定居证应该是给予更多方面的申请比如说，据我了解，好像可以贷款，可能有更多方面的那个业务可以开展，可是它绝对不是户籍。不是啦，中国大陆的户籍没有那么容易拿啦，而且那绿卡也非常非常少那更不要说身份证啦，身份证就是可以有那个公民权的，一般很难办到身份证的。我觉得台湾真的有意愿办身份证的人也很少啦，因为依法律规定，你办了户籍，你台湾这边户籍就会被取消。那大陆那边，你如果真的要跟他办身份证你台湾的那个身份证还有你的护照都要交出来所以我觉得这种台湾人极少啦，极少所以我认为巴炯他们应该指的是定居证不然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有10万人？对啊，你看那个陆委会找了半天才找到2个人，这个东西通常都是这个比如说那个陆委会。内政部最近在查的，像石雪苑他们他们是因为他是陆配，那我们台湾那个陆配如果住，我的印象是10年以上嘛，你就可以参选嘛，所以目前有5个里长，有5个里长是陆配，所以可是他们始终没有办法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嘛，对，这个实际上是两岸造成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嘛，结果现在刘世芳他就说这些人就是以后不能够有参选资格，那就是石雪苑让他往前去推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坦白讲，这个巴炯、槟榔郎他们爆的料，并不是指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就是陆配嘛，所以他才会拥有
那个中国大陆的身份证，对不对？一般的台湾人去大陆，你原先是居住证，居住证蛮多的啦，居住证就生活方便，而且我们陆委会去年我还看到一个广告，就强调说居住证不是身份证，然后是合法的那我后来看定居证也没有超越那个范围，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了啊。那据我了解是，闽南郎他就拍嘛，然后好像有2个人的证件被他拍到，那2个人这个内政部就说他们要查，就这样了那这个其实那种人，你如果申请到身份证或定居证的人，大部分都住在那边了，对，他回来台湾的几率也很低了，那结果我不知道啊，他就做这个影片，在赚这个绿营的忠诚吧，据我了解，那个海峡导报也被他害到了，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被调职，这样子，对，好，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我想大概就是基本上民进党政府跟着八炯跟这个什么闽南郎啊一起来这个怎么讲来夸大说台湾人有10万人拿到大陆的这个身份证我觉得民进党政府是明知是一个假新闻跟着渲染，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然后呢，八炯跟这个闽南郎他们无知，他们实在是他们大概不太清楚这个过程。他们大概不知道，香港跟澳门的居民现在已经回归中国大陆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有拿中国大陆的身份证对啊，香港、澳门基本上在这个1国2制之下，香港、澳门他们连他们的护照出国用的护照都跟中国大陆的不一样。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八炯跟这个闽南郎就是无知啦，无知，那他们就在那边夸大其词看到一根针说是看到了一个怎么样一把大刀，所以就是在那边夸。可是问题就变成这正好正中下怀，因为民进党政府也想用这个来吓台湾人对，你看大陆这个统战还有一点他们要强调台湾内部有很多人是什么属于第5纵队。他们已经不是台湾人了，他们现在已经是属于大陆人了。他是有这个政治的目的在里面不过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刘世芳这么不上道这个还居然讲了实话。对，他的内政部只找到2个呢，对他实在是不太。还是影片里的。刘世芳实在是，我觉得不晓得他是故意要跟赖清德唱反调还是怎么样因为他跟赖清德派系是不同的他是属于那个花妈那一派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等于说现在又看到民进党自己的内部打自己最高当局的那个政治的那一条纲领，出来10万突然变成2个，你说你会对这个政府，你会觉得这个政府在搞什么鬼它里面难道都一群都是在那边混吃骗喝的吗？对，跟着那2个小什么讲1450跟着走吗？这个政府再对不对？再烂也不能变成跟着一些完全这个无知的一个网红，就带着风向。对，所以我觉得刘世芳不晓得啦，你是不是你自己要小心啦？赖清德对你这个表现会很不满意那不过这也表示说，现在就是说强调激烈的斗争路线，强调这个意识形态，强调绝对的这个两岸的敌对跟敌视这种基本上我觉得不要说是这个台湾的大部分老百姓不愿意看到。我觉得现在在政府里面，其实你说内政部他还是以这个公务员为主的对，那他也不会愿意去跟你这样子撒这个滔天大谎，跟着你一起做假新闻。那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真的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的是两岸的一个和平的相处，不是现在今天把你赶出去，又说你搞统战，明天又怎么样，说你台湾有些已经被你吸收了，搞得自己内部什么杯弓蛇影的，这个不符合台湾的这个基根本利益的。好，请教赖老师。其实我觉得赖清德可以把位置让出来让给这2位小朋友，他们来去这个施政因为他们2个现在说的整个行政院啦、陆委会啦、内政部啦，
甚至包括总统府啦，都跟着走了嘛。哦，所以他们现在2位最大，他们说了就算。他们说有10万人就有10万人，然后你看陆委会就开始启动要调查，地下总统，内政部也要启动要调查。那当然，内政部跟陆委会都是属于这个行政院的，那总统也要讲这个话了啊。所以很明显的，他已经在指挥领导啊这些整个民进党从赖清德以下所有的团队在做事了。那干脆让他们2个来当好了啊，赖清德你就让一边嘛，就让他们2个来当，这样不是就最好嘛，对不对？因为你也没有什么作用嘛，哦，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有点可笑。2个网红讲的，其实还是不是网红也不晓得了哈，就是2个人，然后讲的一些话，然后呢，他们就煞有其事就开始做动作，这样的一个问政，这样的一个施政，这样的一个在立法院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做法，坦白说，都把整个台湾纳入一个玩笑的一个地步，真的是很可悲啊！可悲到这个地步，就是水平这么低啊！我们坦白说，这是让我们很匪夷所思的。另外，台湾不是一直强调说我们是民主阵营吗？赖清德的整篇的元旦文告里面，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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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台湾、台湾、台湾、台湾，扯了半天以后，民主最主要的是什么？自由嘛。那民主的自由里面最主要就是思想、言论、新闻自由，而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们，他们怕新闻自由，怕思想，怕言论自由，怕成这样，连大陆的2个媒体《海峡导报》、《福建日报》都怕成这个样子，然后都不准他们在台湾再继续这个经营。我觉得这个怕成这个样子，对自己，对于我们台湾的民众如此的没有信心，这也是很可悲的事啊。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中，我们谈了很多次说，第一岛链在过去美国所拉起来的第一岛链，不管从韩国、日本，然后到菲律宾等拉起来，一直延伸到关岛去的第一岛链，菲律宾都含在内了。那时候台湾自己也要抽一卡，说我们也要在内那就是从韩国、日本、台湾，然后但是那个中美建交的时候，那台湾没有了以后，台湾怎么可能是岛链？就不是了嘛。所以当时我们就说，你这个第一岛链信誓旦旦的说是可以堵住中国大陆的出海口。那现在我们在节目里面，我已经很多次的跟观众朋友说，没有第一岛链了，没有了。已经很多次的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了，美军已经开始在撤了。我是很早以前我就在讲，他把他的战略的部队设施都往后撤了。那你没有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说我今天从阿拉斯加，然后到夏威夷到关岛就构成第二岛链，或是到澳大利亚，这也是开玩笑的事。为什么？海峡那么大，海域这么的大，不是海峡整个海域这么大，你怎么可能构成第二岛链？现在说连第二岛链都没有，要推到第三岛链。那我们要问了，第三岛链在哪里啊？回本土好了。这个简直是，你就可以知道，当没有第一岛链的时候，其实2、3岛链没有意义的。太平洋你从北到南这么的大，你的航母这样在走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说我从阿拉斯加到夏威夷，我就能够封锁整个岛屿，整个海域？这简直是开玩笑的话。一群弹头学者讲弹头话，台湾煞有其事。赖清德还把我们自己从第一岛链提升到第二岛链，被大家当成玩笑话，然后就说你不懂军事你就不要讲话。虽然你号称3军统帅，但是你不懂就把嘴巴闭起来，被大家当笑话。那现在的情况呢？那么连这些弹头的学者也就变成当大家的笑话，哪有所谓的第三岛链？不必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